阿祖，投降吧，外面全是警察。不是吧，阿 Sir， 我这纸糊的也犯法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一款游戏叫 World of Guns？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我们可以用自由视角对各种感兴趣的枪械进行非常细致的拆解和组装。游戏对于枪械机械结构的运作模拟也非常真实啊。这种类型的游戏呢，在各个平台上其实有很多。说好听点呢，这一类的枪械模拟游戏可以满足我们这些平时没什么机会能摸到真铁的人群对感兴趣的枪械型号深入了解的机会。说白了呢，就是适合在家里面意淫。但众所周知啊，最近几年 3D 打印技术发展的非常快，我们完全可以通过 3D 建模，用树脂或者 ABS 这些人畜无害的材料打印一套完整的枪械模型。虽然不可能有任何真实的功能，但把模型拿在手里把玩呢，毕竟还是要比屏幕里边看着爽得多。这就跟买手办是一个意思啊。这套 AR 模型是我从一位爱好 3D 打印的水友手里面买来的，包括除了后托和护木以外，几乎所有 AR 零件。除了必要的弹簧以外呢，绝大部分零件都是 3D 打印制作。另外还有一些尼龙烧结的受力件。主体的机匣和一些主要部件用的是白色树脂材料，光固化打印的精度非常高啊，表面纹理很细腻，但是呢成本也非常离谱，这一套东西花了我1500块钱。对照枪炮世界里的 3D 演示，看得出来这套打印模型几乎对所有零部件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复刻。不过呢，在游戏里面云组装跟实际动手区别还是蛮大的。游戏玩的再溜，这一堆零件拿在手上，立马成了刚刚度过双11失去双手的废物。还是一点点来吧，从最核心的枪机开始。首先把尼龙烧结的枪机装进枪机框里，这里能看到枪机前端菊花一样的闭锁凸损和已经装好的抓合钩。枪机和枪机框用枪机导珠固定，插进线位以后就可以用螺丝拧上枪栓石了。尼龙的机针非常脆弱，装起来要特别小心，从枪机框屁股后面插进去，装好防止机针脱离了线位销，整个枪机组就算完成了。AR 的菊花枪机在枪机框里前后运动旋转的结构原理，可以在模型上很直观地体现出来。上机匣的零件不是很多，主要就是抛壳装防尘盖和辅助推机柄，装起来并不复杂。对准孔位插进垃圾柄，然后把刚刚装好的枪机组安装到位。枪管结套里的槽位正好对应枪机上的凸损，让枪机复位的时候完成闭锁。整个枪管也是光固化打印的树脂材料，14寸铅笔管，里面甚至有模拟的6根膛线。镇压螺纹拧在枪管结道上，然后用碳阳环锁死。我手上没有找到导气杆，这一步直接略过吧，反正装上护木啥也看不见。让我比较意外的是，前节护木和 AEG 玩具完全通用，直接拿了一套尼龙护木，安装非常顺利。不过呢，枪口装置的13毫米镇压螺纹就跟玩具完全不一样了，这里呢也没有打印的零件，就暂时空着吧。检查一下垃圾柄和枪机组，在机匣里抽插是不是顺畅，如果不顺呢，得用点润滑油。装好了上机匣总成，接下来就是下机匣了。扳机上的2个小耳朵用来安装复位簧，要把弹簧2个腿掰开才能插得进去。把脱离器卡在线位里以后，扳机塞进下机匣，用拼锁固定在机匣里，扳机组就可以正常扣动复位了。在安装击锤之前，要先把保险拨杆固定好，拨杆上有一个指动销，配合握把给拨杆限位。保险拨杆装好以后，顺便把握把和指动销一起装上。击锤簧的弹力比较大，装上击锤以后，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尝试直接扣动扳机释放，否则呢，你很快就会明白 3D 打印件到底有多脆弱。很明显啊，这位水友在试验的时候也像这样弄断过不止一个打印击锤，因为他已经在零件包里提前给我准备了一个备件。我们知道 AR 的附近簧是放在托芯里的，在机匣螺口下面有一个缓冲固定器，用来给附近簧缓冲块做限位。托芯和附近簧在组装的时候，要一边按住固定器，一边拧紧，最后让凸损卡进托芯的限位槽里。接下来把前后销钉、空挂释放、弹匣卡榫、扳机护圈这些小零件依次装上，搞定下机匣。上下机匣合体就很简单了，对准以后把销钉插到底，组装完成。尼龙烧结的30瓦弹匣，外壳非常薄，底盖抽开就能看到里面的脱弹弹簧，结构一目了然。
压上数值打印的 5.56 实心子弹模型，是不是感觉开始有点上头了？别着急，上头的还在后面。插好弹匣以后，装上个后托，整套模型就大功告成了。这套模型采用的是半自动的民用 AR 机匣结构，没有能够实现全自动功能的 Auto Sear， 所以快慢机呢也只有保险功能。光固化打印的机匣主体强度肯定是不高的，装好以后能感觉到整个机匣甚至有点软，基本上不能太受力。而且树脂材料的耐热只有46度左右，想整点幺蛾子还是别动心思了，只能作为把玩的模型和摆件。装好以后，有些小弹簧的强度仍然需要调整，轻了没法回弹，重了会直接把打印件弄烂。经过耐心调整，我们可以用它来体验一下真实的 AR 步枪机械结构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保险拨杆的结构非常简单，转轴中间是一个半圆柱体，拨到保险，转轴挡住扳机连杆，开火档位，半圆柱体给连杆让位，扳机可以扣动。扳机和击锤靠脱离器上的凸损限位，每次上档以后，击锤会被压到底部，卡进扳机上的脱离器。扣动扳机，击锤释放以后，敲击在枪机框里的击针，撞击底火，完成击发。因为模型没有办法完成自动动作，我们可以手动拉动拉机柄来模拟击发以后剩余气体推动枪机回膛抛出弹壳的过程。抛出弹壳以后，在附近簧的作用下，枪机框被重新归位，枪机推动子弹进入枪膛，同时旋转进入枪管节套，完成闭锁。最后一发子弹抛出以后，脱弹板把空挂释放杆顶起，卡住枪机，完成空舱挂机功能。按下这个释放杆，也就是俗称的苍蝇拍，就可以让枪机重新归位。另外，如果枪机框进了沙子或者出现其他卡壳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推动排障杆，一下一下让枪机复位，手动完成闭锁。简单保养的拆解方式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剪刀开合，抽出机匣后销钉就可以直接打开上下机匣。卡壳。3D 打印的数据呢，其实现在并不少见，只要你花点心思啊，各种类型的建模数据都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得到。不过 3D 打印，尤其是光固化的树脂材料呢，仍然以静态摆件为主，因为树脂材料的强度其实并不太适合用来做活动的机械部件。能看得出来啊，光固化打印的精度其实非常高，整套模型装好以后呢，各个零部件的运作非常顺畅，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了解到枪械运作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枪机组结构的细节，把玩起来还是挺上头的。实话实说，枪械类型的模型呢，在当前环境下仍然比较敏感。但是呢 ，3D 打印件的强度，我觉得稍有常识的人都能明白。别说真实功能了，用力捏我都怕给它捏碎了。那我买这套模型呢，其实只是单纯的出于好奇，看看 3D 打印件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啊。如果你确实想要买来把玩收藏呢，建议大家可以买淘宝上那种1:2.05的小比例金属模型，对于内构的还原也是比较到位的。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并且下载 SD- 论坛。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